航海者1號傳回的那一道訊號，像一根從黑暗宇宙深處拉回地球的細線。它很微弱，微弱到幾乎不像一個聲音，更像是宇宙深處的一次低語。但就是這樣一個從200多億公里外傳回來的訊號，卻徹底改變了人類對太空邊界的想象。在這之前，很多人以為太陽系的邊緣大概是一片安靜、寒冷、空曠的地方，就像走到一座巨大城市的盡頭，燈光慢慢熄滅，聲音慢慢消失，最後只剩下一條平靜的黑暗地平線。可是航海者1號告訴我們，不是這樣，太陽系的邊界並不平靜。它像一場看不見的風暴，像一片被磁場撕扯的戰場，更像一道沒有火焰卻灼熱到難以想象的宇宙火牆。這項發現的意義非常重大，甚至連 NASA 自己都沒有完全預料到，因為航海者1號不是一艘普通的探測器，它是1977年離開地球的老兵。當年他升空時，世界還沒有智慧型手機，沒有網絡時代，很多今天習以為常的科技，當時都還只是實驗室裡的想象。可是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，地球上的城市變了，人的生活變了，科技一代又一代的更新，而航海者1號仍然在黑暗中飛行。它現在已經距離地球超過250億公里，這個距離非常誇張，誇張到我們很難用日常經驗去理解。如果你把地球到太陽的距離當成一把宇宙尺，那麼航海者1號已經飛到了這把尺子的170多倍之外。也就是說，它不是飛過月球，不是飛過火星，甚至不是飛過冥王星那麼簡單。它已經飛出了所有行星熟悉的範圍，來到太陽影響力最外層的邊緣地帶。而就在那裡，它傳回了一批讓科學家震驚的資料。這些資料來自太陽系邊界附近一個極端區域，外界常把它稱為火牆。但要先說清楚，這不是科幻電影裡那種有火焰、有岩漿、有爆炸的牆。太空中沒有空氣，也沒有一般火焰燃燒所需要的環境。這道火牆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在於它會像火海一樣燒起來，而在於那裡充滿了高能量的帶電粒子，它們像一群看不見的子彈，在磁場中被加速、偏轉、碰撞。有些粒子的速度接近光速，而當這些粒子與太陽風、星際介質和磁場互相作用時，就形成了一片極端高溫、極端混亂的等離子體區域。有研究估計，那裡的溫度可以達到大約3萬到5萬開爾文，換算成華氏溫度，大概是54000到9萬度。這個數字聽起來幾乎像神話，因為太陽表面的溫度大約是1萬華氏度。也就是說，這片邊界區域的溫度數字，甚至可以比太陽表面還高出好幾倍。可是這裡還有一個關鍵，溫度高，並不代表它會把航海者號瞬間燒成灰。為什麼？因為那裡實在太稀薄了。太空不是地球上的火爐，在地球上，你把手伸進熱水、火焰或蒸汽裡，會立刻受傷，因為那裡有大量分子撞擊你的皮膚，把熱量傳給你。但在太陽系邊緣，粒子之間距離非常遙遠，即使單個粒子的能量很高，能真正撞上探測器、
把熱量傳給探測器的粒子卻非常少，所以航海者號穿越的不是一堵會把它融化的火牆，而是一片高溫、稀薄、狂暴，卻又近乎透明的宇宙邊界。這正是它最迷人的地方。它看不見、摸不到，卻真實存在。而且它正在告訴我們，太陽系的盡頭比我們想象的更複雜、更猛烈，也更陌生。過去，科學家認為日球層頂，也就是太陽風影響力的外緣，應該像一條逐漸變淡的邊界。太陽不斷向外吹出帶電粒子，這股粒子流就是太陽風。它穿過水星、金星、地球、火星，繼續向外，吹過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、海王星，最後在遙遠的深空中慢慢變弱。於是人們想象，到了某個地方，太陽風就會像一陣耗盡力氣的風，慢慢停下來，太陽磁場也會逐漸消散。然後太陽系與銀河系之間，就像有一片安靜的緩衝帶，一邊是我們熟悉的太陽，一邊是遙遠的星際空間，中間是一道平和的分界線。但航海者號抵達之後，這個想象被打破了。他發現，這裡不是平靜的邊境，而是一場宇宙級的推擠。太陽風向外衝，星際介質向內壓，太陽磁場被拉扯，銀河磁場也在旁邊施力，高能粒子來回穿梭，宇宙射線突然增加，來自太陽的粒子突然減少，就像一艘船從平靜河流衝入暴風海峽，儀器上的數值一個接一個跳動，告訴地球上的科學家，我們到了，我們抵達了太陽勢力範圍的邊緣。這個發現非常重要，因為太陽並不是孤立地掛在宇宙裡，它像一盞巨大而活躍的火爐，不斷向四面八方釋放粒子、磁場和能量。這些東西共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氣泡。我們稱它為日球層。日球層就像太陽替整個太陽系撐起的一把看不見的傘。這把傘不完美，也不密封，但它確實擋下了一部分來自銀河深處的高能粒子。如果沒有這個保護性氣泡，太陽系內的太空環境可能會更加嚴酷。地球有自己的磁場和大氣層保護我們，但在更大的尺度上，太陽本身也在替整個行星家族抵擋一部分宇宙風暴。所以，研究航海者號在邊界上看到的東西，不只是為了滿足好奇心，它關係到我們如何理解太空天氣，關係到高能粒子如何進入太陽系，也關係到未來人類如果要走向更遠的深空，必須面對什麼樣的環境。但更令人動容的是，航海者號已經飛了快半個世紀，它的電力正在衰退，它的儀器一台接一台關閉，它的電腦比今天最普通的手機還要簡單得多。可是它仍然在說話，仍然把宇宙邊界的消息一點一點傳回地球，而這些訊號真的非常微弱，弱到什麼程度？你可以想象，在一座城市最吵雜的街道上，有人在幾十公里外輕輕吹了一聲口哨，你要從車聲、人聲、風聲、電波干擾裡把這個口哨分辨出來。這就是接收航海者訊號的難度。更誇張的是，航海者1號的訊號要穿越超過250億公里，才能抵達地球。
光本身都要走將近1天。也就是說，如果地球向航海者1號發出一個指令，要等接近1天，它才會收到。它再回復地球，又要接近1天。這不是即時通訊，這是人類與深空之間幾乎以日為單位往返的對話。幾十年來，能夠穩定接收航海者號訊號的，主要是 NASA 的深空網路。深空網路是遍布地球不同地區的巨大天線系統，它們像3隻巨大的耳朵，分布在地球上。無論地球如何自轉，總有一部分天線能朝向深空，等待那些來自探測器的微弱訊號。但近年來，也有業餘天文團隊嘗試接收航海者號訊號。這件事本身就非常震撼，因為它意味着人類不只是在大型航太中心裡才有機會聽見深空。只要有足夠精密的設備、足夠耐心的調教，以及對宇宙足夠深的熱愛，一群志工也可能在地球上某個安靜角落，捕捉到那艘遠方老探測器的一聲低語。但這並不容易。航海者1號發送訊號的頻率很高，在這樣的頻率下，天線表面哪怕只是非常細小的凸起、凹陷或形變，都可能影響反射效果。這就像你用一面鏡子反射光，如果鏡面不夠平整，光就會散掉。而航海者號的訊號本來就已經非常弱，任何細小誤差都會讓它更難被分辨出來。因此，研究團隊必須為望遠鏡增加特殊的高頻天線和接收器。他們要把噪音壓到最低，把方向校到最準，把整套系統調到幾乎像在深夜裡聽針掉落一樣敏感。最後，他們成功了。那一刻，航海者1號不再只是 NASA 熒幕上的數據，它像真的被更多人聽見了。一艘1977年出發的太空船，在200多億公里外，仍然向地球發出聲音，而地球上的人真的接住了它。這就是航海者任務最浪漫的地方。它不是一個單純的工程計劃，它像是人類扔進宇宙的一瓶漂流信，只不過這瓶信一直在飛，一直在回頭告訴我們前方是什麼。那麼，故事要從哪裡開始？要從1977年說起。那一年， NASA 發射了2艘航海者太空船，航海者2號先出發，航海者1號後出發。可是因為航海者1號走的是更快、更直接的路線，所以它很快超越了航海者2號。這也是為什麼明明航海者2號先發射，名字裡的儀卻屬於後發射的那一艘。這聽起來有點奇怪，但在航太任務裡，命名常常不是按照出發順序，而是按照任務路線和抵達目標的安排。當時，人類遇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天文機會。外太陽系的幾顆巨大行星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和海王星正處在一種罕見排列中。這種排列大約175年才出現一次，它讓探測器可以利用一顆又一顆行星的重力，像宇宙彈弓一樣，不斷加速，改變方向，飛向下一個目標。這叫重力助推。如果沒有這種天體排布，想在一趟任務裡接連拜訪多顆外行星，幾乎不可能，因為燃料不夠，時間也太長。但那一次，
太陽系像是自己打開了一條隱藏航道。NASA 抓住了這個機會，航海者任務誕生了。1977年8月20日，航海者2號從地球升空，泰坦運載火箭噴出烈焰，火光照亮發射台，成千上萬的人看着它離開大氣層。那一刻，沒有人能完全知道這艘探測器會飛多遠，也沒有人能想象半個世紀後，它還會在星際空間中工作。2週多之後，1977年9月5日，航海者1號也離開地球。它帶着一面直徑約 3.7 公尺，也就是12英尺左右的大型高增益天線。這面碟形天線是它與地球保持聯繫的生命線。只要天線方向稍微偏離地球，訊號就可能變弱，甚至失聯。所以航海者號配備了推進器，用來精確調整姿態。這些推進器使用井燃料，每一次短短的噴射都像是一個微小而關鍵的動作，讓那面巨大的天線重新對準地球。它的電力來自放射性同位素熱電發電機，簡單說，就是利用不衰變產生的熱轉換成電能，這讓航海者號不必依賴太陽能，因為它要去的地方太遠了，遠到太陽光已經變得非常微弱，太陽能板在那裡幾乎派不上用場。每一艘航海者號都攜帶了多台科學儀器，有相機，有磁場探測器，有宇宙射線探測器，有等離子體儀器，有紅外線和紫外線光譜儀，有無線電科學實驗。他們不是為了拍幾張漂亮照片而已，他們要測量大氣，測量磁場，測量粒子，測量溫度，測量輻射，測量人類從未近距離接觸過的外行星世界。很快，航海者1號飛向第一個重大目標——木星。1979年3月，航海者1號接近木星，那是人類第一次如此近距離、如此清楚地觀看這顆氣態巨行星。在望遠鏡裡，木星早已被人類觀察了幾百年。我們知道它很大，知道它有條紋，知道它有一個著名的大紅斑，但直到航海者靠近，我們才真正看見木星的臉。那不是一顆安靜的行星，那是一個由風暴、雲帶、雷電和巨大氣流組成的世界。大紅斑不是一塊紅色斑點，它是一場比地球還大的風暴。它逆時針旋轉，周圍還有一個個較小的風暴，像被巨獸帶動的漩渦。木星大氣裡的雲層不只是彩色條紋，它們是一條條高速運轉的大氣河流，不同雲帶互相拉扯，不同風速互相剪切。整顆行星像一個巨大的流體實驗室。航海者號還發現，木星不是沒有環，它也有環，只是木星環不像土星那樣明亮壯觀，它非常暗淡，主要由細小塵埃組成。這些塵埃可能來自小衛星表面的撞擊碎片，在太陽光下，它們形成一圈微弱、幽暗、幾乎看不見的薄霧。但真正讓科學家震驚的是木星的衛星，尤其是木衛一。航海者1號在木衛一上發現了火山，這是人類第一次在地球之外直接發現活火山活動。在照片中，
木衛一表面有明亮的噴發痕跡，有些火山噴流甚至高高衝出表面，這代表木衛一不是死寂的冰冷石塊，它是一顆被木星重力反覆拉扯、揉捏、加熱的活躍世界。木星巨大的引力把木衛一內部攪得像熔爐，於是火山噴發，硫磺遍地，整顆衛星呈現出黃、橙、白、黑交錯的奇異色彩，像一顆被宇宙烤焦又重新塗色的星球。接着，航海者號看向木衛二，木衛二外表被冰殼覆蓋，表面布滿長長的裂紋，這些裂紋不像普通岩石裂縫，它們像冰殼曾經被拉開、錯動，又重新凍結。這讓科學家開始懷疑，冰層下面會不會有一片全球性的液態海洋？如果有水，如果有能量，如果有化學物質，那木衛二就可能是太陽系中最值得尋找生命的地方之一。航海者號沒有直接證明生命存在，但它打開了這扇門。從那以後，木衛二不再只是一顆衛星，它變成了人類尋找外星生命的重要目標。航海者號也確認木衛三是太陽系最大的衛星，它甚至比水星還大。木星系統一下子從一顆行星加幾顆衛星，變成了一個小型太陽系，有火山世界，有冰殼海洋世界，有巨大衛星，有塵埃環，有猛烈磁場，有閃電，有等離子體。木星不是終點，它只是第一扇門。接下來，航海者號利用木星重力，把自己甩向土星。1980年，航海者1號抵達土星附近。如果說木星像一個暴風中的巨人，那麼土星就像一位戴着王冠的遠古神明。它最迷人的地方，當然是那圈光環。從地球上看，土星環已經很美，但航海者號靠近之後，人類才知道，土星環不是一片平滑的圓盤，它由無數冰粒、岩塊和塵埃組成，有縫隙，有波紋，有密度變化，有像唱片紋路一樣細密的結構。那些環不是靜止的裝飾，它們在重力影響下不斷被塑形。土星的小衛星像牧羊人一樣，維持着環的邊界，攪動着環的結構，讓這個巨大的冰層系統保持奇妙秩序。航海者1號發現了土星的幾顆新衛星，包括阿特拉斯、普羅米修斯和潘朵拉。這些衛星雖然不大，卻在土星環系統中扮演重要角色。它們的重力像看不見的手，修剪着環的邊緣，讓環不至於完全散開。土星還有一顆非常特別的衛星，土衛六。土衛六比月球大得多，它有濃厚大氣層，這在衛星裡非常罕見。航海者1號雖然無法直接穿透土衛六厚厚的橙色霧霾，看清表面細節，但它的觀測已經讓科學家意識到，這顆衛星不尋常。後來，其他任務證實，土衛六表面有液態甲烷和乙烷形成的湖泊與海洋。那不是水海洋，而是碳氫化合物的世界。在極低溫環境下，甲烷像地球上的水一樣循環，有雲，有雨，有河流，有湖泊。這簡直像另一套氣候系統，一套不是由水主導，
而是由甲烷主導的外星氣候。飛越土星後，航海者1號的路線發生了決定性改變，它被土星重力送上了一條離開行星平面的道路。也就是說，它不再繼續拜訪天王星和海王星，它開始向太陽系外飛去。而航海者2號則接下了更漫長的任務，它繼續前往天王星。1986年，航海者2號抵達天王星，這是人類第一次，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一次近距離拜訪天王星。天王星非常奇怪，它像是側躺着繞太陽運行，自轉軸幾乎倒在軌道平面上，這意味着它的季節極端漫長。一個極區可以長時間面向太陽，另一個極區則陷入漫長黑夜。更奇怪的是，天王星的磁場也不是規規矩矩從南北極穿出，它偏離行星中心，而且與自轉軸有明顯傾斜，這讓天王星周圍的磁場環境變得非常古怪，像一個歪斜的磁性陀螺在太空中翻滾。航海者2號在天王星附近發現了11顆新衛星和新的環結構，它還測量到天王星極低的溫度。這顆行星雖然不是距離太陽最遠的大行星，卻是太陽系中最寒冷的行星之一。它的內部似乎不像木星、土星、海王星那樣釋放大量熱量。為什麼？至今仍是科學家研究的問題。也許天王星曾在早期遭遇巨大撞擊，也許那次撞擊讓它側躺，也改變了它內部熱量流動。一顆看似安靜的冰巨星，背後可能藏着太陽系早期的暴力歷史。之後，航海者2號繼續前往最後一站——海王星。1989年8月，航海者2號抵達海王星，那是距離地球極其遙遠的藍色世界。陽光到那裡時，已經微弱得像黃昏。但海王星並不死寂，它的大氣層裡有猛烈風暴，有高速風，有深色斑點。那裡的風速可以快到令人難以置信。在如此寒冷、遙遠、接收到陽光極少的地方，竟然仍有如此活躍的大氣。這讓科學家再次意識到，外太陽系不是冰封的目的，它仍然有能量，仍然有運動，仍然有驚喜。航海者2號在海王星附近發現了新的衛星合環，並近距離觀測了海王星最大的衛星海衛一。海衛一也非常奇特，它的軌道方向與海王星自轉方向相反。科學家認為它可能不是原本就在海王星旁邊形成的衛星，而是被海王星捕獲的天體。航海者2號還在海衛一表面看到類似冰火山或氮氣噴泉的活動痕跡。在太陽系最寒冷、最遙遠的地方之一，竟然仍有地質活動。這幾乎像宇宙在提醒我們，不要太快判斷一個世界已經死去。飛越海王星之後，航海者2號的行星任務結束了。工程師關閉了他的相機，不是因為相機壞了，而是因為前方再也沒有計劃中的行星可拍。從那一刻起，電力要留給更重要的儀器。磁場探測器、粒子探測器、等離子體與波動儀器。它要做的不再是拍攝行星風景，而是測量太陽系邊界。而航海者1號也在完成行星任務後，回頭看了地球一眼。1990年，
他在距離地球約60億公里的地方，拍下了一張後來震撼世界的照片。暗淡藍點。在那張照片裡，地球不是壯麗的藍色星球，不是我們熟悉的家園，不是地圖中心，不是宇宙主角，它只是一粒微小的亮點，懸在一束陽光裡，小到幾乎看不見。可是那一點裡，有我們所有的歷史，所有的國家，所有的戰爭，所有的愛情，所有的家人，所有曾經活過的人，所有我們引以為傲、爭得面紅耳赤，甚至不惜互相傷害的東西，都在那一粒藍點之上。航海者1號拍下這張照片後，相機也被關閉。從此，他不再回頭拍照，他面向黑暗，開始真正的星際任務。要理解他後來經歷了什麼，我們需要先理解太陽系的邊界到底有幾種定義。第一種定義很直觀，有人會說，太陽系到最外面的行星就結束了。如果以行星為界，那海王星軌道附近就是太陽系外圍。可是這太簡單了，因為海王星之外，還有冥王星、柯伊伯帶，還有無數冰冷小天體。所以第二種定義是看小天體分布，在行星之外，還有一個更遙遠的區域，叫奧爾特雲。奧爾特雲不是一個已被直接拍到的清晰雲層，它更像一個理論上的巨大冰天體倉庫。科學家認為，許多長周期彗星可能來自那裡。它非常遙遠，遠到航海者號即使每天飛行超過100萬公里，也要大約數百年後，才可能抵達奧爾特雲的內部邊緣。而要穿過奧爾特雲外緣，可能需要數萬年。這聽起來非常誇張，但它讓我們明白，太陽系不是一個小球，它有層次，有內部行星，有外部巨行星，有冰冷碎片帶，有更遠的彗星雲。如果把太陽系比作一座城市，那我們熟悉的8大行星，只是城市中心比較明亮的街區。真正的郊區，遠得超乎想象。第三種定義是看太陽的引力，只要太陽的引力仍然能束縛某些天體，讓它們在漫長時間尺度上繞着太陽運行，那些天體就仍然屬於太陽系的一部分。照這個定義，太陽系可以延伸到非常遠的地方，遠遠超過航海者號目前所在的位置。第四種定義，也是航海者號真正穿越的定義，是日球層。日球層不是由岩石或冰構成的邊界，它是由太陽風和太陽磁場撐起的巨大氣泡。這個氣泡包裹着所有行星，它向外延伸，直到太陽風再也無法繼續推開星際介質。在那裡，太陽風與星際空間的物質壓力達到平衡，那就是日球層頂。日球層頂不是硬牆，不是一條整齊的線，它會隨着太陽活動變化而移動。太陽活躍時，太陽風更強，日球層可能向外鼓起；太陽較平靜時，外部星際介質的壓力相對更明顯，邊界可能向內收縮。它就像太陽在宇宙中呼吸，一張一縮，一進一退。航海者1號和航海者2號穿越日球層頂的位置並不完全相同，這不是矛盾，反而證實了科學家的預期。
因為它們朝不同方向飛行。日球層本來也不是完美球形，它可能被星際風、銀河磁場和太陽自身活動拉成不對稱的形狀。有人形容它像一個長尾氣泡，也有人說它可能更像被壓扁、被拉伸的泡泡，甚至像雞蛋。總之，它不是我們課本上畫的那種規整圓球。2004年，航海者1號穿越了終止基波，這是一個重要邊界。在那裡，太陽風速度從超音速突然降下來，它開始受到星際介質的阻擋和擠壓，粒子變得更加混亂，磁場也開始變化，就像一條高速河流撞上前方看不見的海潮，水流突然翻湧，變慢，變亂。2007年，航海者2號也穿越了終止基波，接着2艘探測器進入日球鞘。日球鞘是日球層最外側的厚厚過渡區，這裡仍然受到太陽影響，但已經不是內太陽系那種穩定環境。太陽風被擠壓，高能粒子增加，磁場變得複雜，而在更外面，就是日球層頂。2012年8月25日，航海者1號穿越日球層頂，成為第一個進入星際空間的人造物體。但有趣的是，這件事當時並不是立刻就被確認，因為航海者1號的一個關鍵等離子體儀器早在多年前就已經失效。科學家需要從其他數據中尋找證據。他們看到來自太陽的粒子突然減少，來自銀河的宇宙射線突然增加。後來，航海者1號的等離子波儀器偵測到周圍等離子體密度變高，這才讓科學家更確定，它真的離開了日球層，它進入了星際空間。2018年11月5日，航海者2號也穿越日球層頂。這一次，情況更加珍貴，因為航海者2號當時仍有能提供關鍵資料的等離子體儀器，它直接觀測到太陽風流動急劇下降，幾乎消失。這就像一艘船終於駛出港口，進入大海，港口裡的水流和聲音消失了，外面的海洋開始接管一切。但要注意，進入星際空間不等於完全離開太陽系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航海者號只是離開了太陽風形成的保護性氣泡。如果以奧爾特雲和太陽引力範圍來看，它仍然在太陽系廣大的外圍領域內。它要真正穿越那些最遙遠的冰天體區域，還需要數萬年。所以，航海者號目前像是走出了太陽的磁封大門，但還沒有走出太陽引力的遠方莊園。這個區別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宇宙尺度有多驚人。在人的一生裡，幾十年已經很長，但對太陽系來說，幾十年只是探測器剛剛走到門口。航海者號的偉大，不只在於它飛得遠，更在於它一路上改寫了我們對多個世界的認知。它讓木星變得立體，讓我們知道木衛1有火山，木衛2可能有海洋，木星有暗淡的環。它讓土星環從一圈美麗光帶，變成一個充滿結構、縫隙、波動和衛星互動的巨大系統。它揭開土衛6的神秘面紗，讓人類開始重視這個有大氣、有液態碳氫化合物循環的外星世界。它第一次近距離看見天王星，發現那顆側躺的冰巨星比想象中更加古怪。它第一次近距離看見海王星，
看到那顆遙遠藍色行星上仍然有猛烈風暴。它還讓我們知道，太陽系邊界不是死寂黑暗，而是一片粒子、磁場、壓力與星際風交鋒的混亂地帶。更奇妙的是，2艘航海者號還發現了一個讓科學家意外的現象：在日球層頂內外，磁場方向似乎比預期更一致。原本很多人以為太陽控制的磁場與星際空間的磁場應該有明顯差異，可是航海者1號的資料顯示，兩側磁場方向竟然相當接近。起初，科學家不確定這是不是偶然，因為只有1艘探測器的數據。後來，航海者2號也穿越日球層頂，提供了第2組資料，這讓人類第一次可以比較不同方向上的邊界情況。我們不是在遠遠猜測，而是真的有2艘探測器親自穿過了那片邊界。這種資料極其珍貴，因為在可預見的未來，人類不會再有很多機會把探測器送到那麼遠的地方。航海者號像2枚宇宙探針，插入太陽系邊界，替我們量出那裡的脈搏。而現在，它們仍然向外飛。航海者1號朝着一個方向，航海者2號朝着另一個方向。它們離地球越來越遠，訊號越來越弱，電力越來越少。NASA 工程師必須一台一台關閉儀器，把有限電力留給最重要的系統。每關閉一台儀器，都像告別一位老朋友，因為那台儀器可能從1977年起就一直陪着航海者號工作。他看過木星，看過土星，看過天王星，看過海王星，看過太陽系的盡頭。最後，為了讓整艘探測器多活一段時間，只能安靜地退場。但只要航海者號還能傳回資料，它就仍然是人類最遠的感官。它替我們聽見太陽聽不到的地方，替我們測量地球碰不到的粒子，替我們觸摸星際空間最靠近家園的一層皮膚。而在這2艘探測器上，還有一件比科學儀器更具象徵意義的東西——金唱片。每艘航海者號都攜帶一張鍍金銅唱片，這是人類寫給宇宙的一封信，不是求救信，不是威脅信，也不是炫耀科技的名片，它更像是一句問候：你好，我們來自地球，我們曾經存在。這張唱片的封面上有播放方式的圖示，有用氢原子表示的基本時間單位，有脈衝星地圖，用來指出太陽的位置，還有唱片轉速與影像解碼方式。它不是寫給人類看的，它是寫給某種可能完全不同於我們的智慧生命看的。唱片裡包含115張影像，有地球，有人類，有動物，有植物，有地形，有數學，有太陽系，有我們的身體結構，有我們生活的片段，還有海浪聲、風聲、雷聲、鳥鳴、鯨魚聲、心跳聲，以及來自地球人的問候。55種語言，從古老語言到現代語言，彷彿整個地球站在宇宙海岸邊，一起向黑暗深處喊了一聲：我們在這裡。唱片裡還有90分鐘音樂，從古典音樂到民間音樂，從不同文明、不同時代、
不同文化中挑選出來的聲音，因為音樂也許是人類最接近共同語言的東西。它不是公式，不是地圖，不是軍事科技，它是情感，是節奏，是生命的呼吸。這件事本身就非常浪漫，因為航海者號不會主動尋找外星文明，它也不會停下來等待誰發現它，它只是在黑暗中飛行。也許幾萬年後，幾十萬年後，甚至更久之後，某個文明偶然遇見它，他們看到這艘老舊的金屬物體，看到上面奇怪的圓盤，看到圖示，試着播放，然後他們聽見海浪，聽見鳥鳴，聽見人類用不同語言問好，聽見音樂，看見地球的影像。那一刻，哪怕人類早已改變，甚至地球文明已經不再是今天的樣子，航海者號仍然替我們保留了一份記憶，一份來自20世紀地球的自我介紹。可是我們也必須現實一點，宇宙太大了，航海者號太小了，它遇見其他文明的幾率低得幾乎無法想象。未來4萬年，它可能只是從某些恆星附近很遠很遠的地方掠過。所謂靠近，在宇宙尺度上也仍然是極遠，它不會像電影那樣直接飛進某顆行星軌道，被外星人撿到。更可能的是，它會在銀河系中孤獨漂流，1萬年、10萬年、100萬年，甚至更久。但這並不降低它的意義。相反，正因為宇宙如此遼闊，航海者號才更像一個奇蹟。它不是因為一定會被誰發現才出發，它是因為人類想要探索才出發，它是因為我們不願意只待在家門口才出發，它是因為我們知道自己渺小，卻仍然想向黑暗深處伸出手才出發。今天，當我們回頭看航海者任務，會發現它像一部橫跨半個世紀的長篇史詩。第一幕是火箭升空，第二幕是木星的風暴與火山衛星，第三幕是土星的光環與霧中土衛六，第四幕是天王星的側躺與寒冷，第五幕是海王星的藍色風暴，第六幕是暗淡藍點，第七幕是日球層邊界的火牆。而現在，故事還沒有結束，只是進入了一個更安靜、更遙遠的章節。在這個章節裡，沒有壯觀照片，沒有彩色行星，沒有新衛星被發現的新聞標題，只有一串串微弱數據，只有磁場、粒子、電波、等離子體震盪，只有遠方探測器用最後的電力向地球報告：我還在，我仍然在飛，前方仍然有未知。這種感覺非常動人，因為航海者號像一位老探險家。年輕時，他穿越了外行星的壯麗風景；晚年，他走向最遠的邊境。他的眼睛已經閉上，相機不再工作，但他的耳朵還在聽，他的手指還在感受。他仍然在黑暗中摸索宇宙的紋理，而地球上的人仍然在等待他的回音。也許有一天，他會停止傳訊，那一天不會有爆炸，
不會有戲劇性的結尾，它可能只是安靜下來，地球再也收不到它的聲音。一艘曾經與我們對話近半個世紀的探測器，終於沉沒，但沉沒不代表死亡，它仍然會飛。沒有電力，沒有訊號，沒有任務控制中心的指令，它仍然會按照牛頓力學，在銀河系中繼續前進。它會帶着金唱片，帶着地球的影像，帶着海浪聲與問候，帶着人類曾經對宇宙提出的問題，穿過黑暗，穿過時間，穿過我們無法親眼抵達的未來。如果有一天，某個遙遠文明真的發現它，他們也許會困惑：這是誰造的？來自哪裡？為什麼要把聲音和影像刻在一張金色唱片上？為什麼要把自己的位置告訴陌生宇宙？也許他們會解碼，會看見那顆藍色星球，會看見海洋、山脈、動物與人類，會聽見各種語言的問候。也許他們會明白，這個文明曾經仰望星空，曾經害怕黑暗，也曾經鼓起勇氣，把一艘小小的機器送向星際大海。如果他們真的想來找我們，他們必須重走航海者號的長路，穿過數十光年的黑暗，接近太陽系外圍，穿越奧爾特雲的冰冷荒原，越過日球層的邊界，進入太陽風的保護氣泡，飛過海王星，飛過天王星，飛過土星，飛過木星，穿過小行星帶，越過火星軌道，最後來到第3顆行星，那顆藍色的小星球。那裡有海洋，有雲，有城市燈光，有會哭、會笑、會犯錯、會創造音樂，也會發射探測器的生命。我們不知道那一天會不會到來，也不知道宇宙深處是否真的有人聽見。但航海者號已經替我們做了一件事，它把人類的邊界從地球推到了星際空間。它讓我們知道，太陽系不是一座封閉的房子，而是一艘正在銀河中航行的船。太陽是船上的燈塔，行星是船上的乘客，日球層是船外看不見的護盾，而航海者號是第一批從甲板邊緣放出去的小小信使。它們飛出燈光，飛向黑暗，然後回頭告訴我們，外面並不空，外面有風，有磁場，有粒子，有火牆般的邊界，有比我們想象更激烈的宇宙，也有等待我們理解的秩序。這就是航海者號真正改變一切的地方。它不是只飛得遠，它讓我們重新理解遠方是什麼。它不是只穿越邊界，它讓我們重新理解家園有多大。從地球到月球是第一步，從地球到火星是下一步，從地球到外行星是一次壯舉。但從太陽系內部飛到日球層之外，進入星際空間，這已經不只是旅行，這是人類第一次把自己的存在真正送進恆星之間的黑暗。所以，當我們今天聽見航海者1號那微弱的訊號時，不要只把它當成一串數據。那是1977年的地球，仍然在與2026年的我們對話。那是半個世紀前的工程師、科學家、
夢想家留下的一道回聲，那是人類文明在宇宙深處仍未熄滅的一點光，而在那點光的前方，是更大的未知。火牆之外，還有星際空間，星際空間之外，還有其他恆星，其他恆星旁邊，可能有其他行星，其他行星上，也許有海洋，有冰層，有大氣，甚至有生命。航海者號不一定能找到它們，但它已經替我們指向那個方向。它告訴我們，太陽系不是終點，人類的故事也不該只停在地球，真正的宇宙才剛剛開始。